哎呀，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来吃锅烧面。高雄人不论是早餐、午餐、晚餐，甚至是宵夜，都要来吃一碗热腾腾的锅烧面。说锅烧面是高雄的特产，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像许先生，他就是锅烧面养大的男子。为了选出大家心中最好吃的锅烧面，最近高雄市政府还举办了一个2024高雄锅烧面大赏，这个真的只有高雄人会办的，好不好？身为高雄在地的 YouTuber 呢，我们绝对是不落人后，早一步就帮大家收集好了什么，你知道吗？有看到这个是什么吗？什么东西？口袋名单，各位，我们的口袋名单今天就全部来让大家一一的吃起来。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吃 ，Go！ 口袋名单，口袋名单，给我滚！老巢派，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对这一间锅烧面不陌生，因为它在高雄其实有蛮多家分店的，据说是全台首创的铸铁锅烧面。超派，它整个走的是一个爱马仕的橘黑撞色，超 fashion 的，整个质感都上来了。今天我要吃的就是最奢华的套餐，荣耀双人套餐。上柜给我提出来。这个荣耀双人套餐里面有一个荣耀天使虾鲜锅，然后还有一个是红虾天使春满锅，然后还有祥龙五凤虾球，还有一个2杯的成龙香柠红茶。重点是它里面的品项名称太难念了，所以才会由我来念稿。我根本记不起来啊！老板，取名可不可以不要选的这么复杂？你这样子，人家要怎么跟别人介绍啊？我要吃那个龙，你就直接来就讲龙年套餐那个就好，荣耀双人套餐，好不好？不然你就说淀粉小姐吃的那个套餐啊，我要吃那个套餐，对，这样就知道了，好不好？这样就会了。因为这个套餐我会点它，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就是天使红虾。其实我当初会把老巢派列到我这次的锅烧面名单啊，就是被这个炸金针菇。它的炸金针菇是它的经典招牌。没有人把锅烧面做得这么奢华啦，弄得那么浮夸，难怪大家都说 IG 网红要来这边打卡，就是我啊。真的耶，很漂亮耶。漂亮。我想先吃这个金针菇。好，你先吃哦，我要先吃虾子。它2个汤头是不太一样。不一样。我这个是红锅，你那个是白锅。它2个的差别是红锅是什么？你那个白汤是用鸡大骨当基底，然后再加，他说他有加鲜奶油诶，等一下喝看看。所以你这个汤头就是海鲜再加鸡骨，然后我这一个呢就是红汤，它是单纯的虾汤。其实它咸度蛮高的，但是它咸度不是加盐，就像你刚刚讲的，它是海鲜的咸。我觉得锅烧意面最重要的就是汤底，然后他们家算是汤底魔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家的汤底口味非常多元。我们这次是进来点这个荣耀双人套餐，但其实他们原本常驻的套餐里面就有一些我非常在意的汤底。我刚刚看菜单的时候，我看到什么羊肉卤、剥皮辣椒、花雕鸡，还有一个青花椒麻辣锅，那个我非常在意，下次来吃看看。口味选择其实蛮多的。如果你想要吃比较平价的锅烧面，他们也有，不是只有我们这种很贵的套餐，是不是？我刚好进去偷看他们炸那个金针菇，他是把金针菇先散成花，然后去沾他们特殊的那个蘸酱，就是外面的那个果粉，然后再下去炸，所以它才可以固定那个形状，变成一个漂亮的扇形。我觉得意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煮到烂掉，煮到烂掉的意面很失败。因为我们拍锅烧面常常为了拍摄啊，锅烧面都要放一段时间才可以开始吃。像这一家啦，放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它的锅烧面还是保持着那个不会整个烂掉的那个口感。而且我锅烧面我很怕一种面条，甘油的意面真的是死绝对是死罪。他们家的意面啊，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如好皮，是好吃的意面。我刚刚在看这4只天使红虾，我有点困扰。这个约会能吃吗？可以了，我帮你剥，这是我表现的时间。弄成一个爱心给你们。好吵，不要玩食物。Thank you。他们的天使红虾品质是好的，因为我们吃过很多家的天使红虾，虽然很大只，可是里面的肉就会烂烂粉粉的。他们家不会，你知道吗？我来跟许先生换一下口味，我也想要吃吃看红汤的。这个红汤，你刚刚说汤底是什么？红虾天使春满锅，它就是完全的虾汤，它那个红的就是那个虾膏我们炖出来的那个虾汤，所以它就是单纯海鲜的风味，跟我们刚刚这个有加一点鸡骨的味道是有点不一样的。
好浓哦，它有点像是把你的那个虾头下去孔给汤，所以你吃得到那种虾子很海鲜的味道，很浓郁哎。如果你本身是很喜欢海鲜虾膏的味道，你就一定要点它的红汤这个锅烧面，超级浓郁，超级好吃。我刚刚拿着锅烧面这样一起吃的哎，满口的虾哎，真的很虾哎。除了锅烧面之外，这个套餐里面还有这个台湾的经典小吃凤梨虾球，是一个热爱吃海鲜的人会喜欢的套餐。我觉得它用料是还算实在的，这个光是给5只天使龙虾，价格就已经跟外面就是不一样了。还有妹子可以来拍照，非常体面，约会也蛮适合的啦，毕竟爱马仕。这个一般人约会带去吃锅烧面，马上就离婚或分手了。怎么会？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我还可以带来他们拍一下。家吃锅烧面是可以再交往个2个月哈。可以说嘴一下哦，我有去老巢派吃哦。你真的很好养。天使红虾好吃哦。接下来我们来了新兴区的闷泡了，这一间闷泡了，它的多个评论数超级多。他们号称是高雄第2好吃的锅烧面。那我不知道第1名是谁嘞？他的意思就是他自称第2，没人敢称第1啊。好浮夸，大家都推荐他们家的马奶系列，因为他们家的汤头其实还蛮多，什么原味啊、咖喱啊、麻辣、马奶啊。我就非常好奇马奶到底多好吃，里面呢附了3只虾，还有蛤蜊啊、青菜跟半熟蛋。它刚的那个半熟蛋看起来超漂亮的，我一划破那个蛋黄就这样流出来了。那这碗多少钱？130块。它的马奶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一直觉得有一种牛肉泡面的味道，而且它的马奶是会辣喉咙的哦。我现在喝下去，全身都暖起来了。它锅里面的配料大部分都是一些新鲜的料，像虾子啊、肉啊、蛋啊、菜啊，然后木耳，它比较少的那种火锅料系列。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加分。但有的时候我也蛮喜欢吃火锅料的。它这一碗比较属于都是原型食物啦，相对比较健康一点。但是汤头蛮厚的哦，蛮厚重的。他有特别讲一下，他这边都是用新鲜食材，然后不加味精跟冷冻火锅料。他还有说他们的汤头是大骨熬的，所以难怪喝起来那么浓郁。确实蛮好喝的。我就是喜欢这种半熟的，会直接划破，然后蛋黄留在那个锅烧意面上面，超赞的。我觉得锅烧意面的精华就是那个蛋，那个蛋就是要煮到刚刚好。如果煮得太熟或是太生的话，都是非常不及格的。给你们看一下半熟蛋，就是这么赞啦！这碗马奶锅啊，我觉得它是胜在汤头，它的面条就是正常好吃，但是料的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这个我很欣赏。总之，他们家的汤头我真的是给赞。会选这间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他们有一个特色锅物，他们竟然有卖金炖排骨酥锅烧，算是调皮了哈。真的耶，许先生最喜欢的排骨酥出现在锅烧意面里面。他们家的意面啊，基本的搭配就是会有白虾、文蛤、鱿鱼、猪肉片、火锅料跟高丽菜，就是相对的多了一些火锅料的部分。对，但是我个人蛮喜欢火锅料的。那这碗多少钱？100。哎，蛮好吃的，是不是？排骨酥，真的就是排骨酥，有中药香气的那种排骨酥。这排骨酥意外蛮好吃的。它上桌前呢、还有仪式感，撒了一些胡椒盐，就是排骨酥有搭配了。我原本以为它的汤头啊会跟排骨酥面有一点像，但不是，它喝起来就是锅烧意面的那个汤头。你从汤头有喝到芹菜是不是？它汤头有一个芹菜的味道。我可是神之舌哎，这种东西你休想逃过我的法眼，我的法舌。我给你吃吃看它的意面，其实我蛮喜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的意面是可以选软硬度，他们家全部都是手机点餐，你坐到位置上面之后，你就开始自己点餐，我就可以选我的面要软一点、硬一点，或者是中等，或者是面分开都可以。
我今天选的是面点，我很喜欢哎，还不错。我越来越发现你的火锅料了。许先生喜欢吃的这种燕饺啊、蟹肉棒、火锅料通通都有，所以都藏在下面。对，如果不喜欢火锅料的人，在他们家可能就可以换，因为它里面是有写说可以换料的。我觉得它是在我们吃的这些锅烧意面里面，味道不会到太重，反而是 OK。加了排骨酥之后，也没有增加它的油腻感，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它是有芹菜汤底的，我觉得还不错。排骨酥这个，我觉得光特色点我是给赞，而且排骨酥很好吃哦。公益时间，这一次我们受到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邀请，来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做爱心。真善美福利基金会呢，它是一个在桃园市的基优社福机构，他们主要呢是在服务16岁以上的心智障碍者，目前收容131位的心智障碍者哦。这个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他们主要就是协助这些老憨儿，让他们可以生活自理，让他们有工作的训练，然后也可以接触社会适应，还有年老服务。真善美基金会呢，每年年底都会有义卖年节礼盒，已经持续了有10年的时间了。今年呢，他们与爱心厂商推出了2款公益礼盒，也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2款。每一份礼盒呢，都是从纸板开始到组装，全部都是憨儿手工制作完成的。我觉得他们这个理念蛮棒的，因为他们就是透过让憨儿自己手做啊，除了可以训练憨儿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之外，他们也用自己的力量去帮自己去赚取自己的一些预算啊，我觉得这个蛮棒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想要利用频道的这个机会呢，帮他们好好的宣传一下。这边呢，我们邀请频道的大家一起来购买礼盒做公益。订购链接呢，我们都放在叙述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叙述栏了解我们这个公益礼盒哦。我觉得大家如果年底还有一些社服相关的预算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家的礼盒，我觉得设计的还蛮精美的。欢迎大家一起憨你团聚在一起。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光华夜市附近这边的小栗子海鲜锅烧专门店。这间小栗子呢，已经是无数个网友推荐我的锅烧面店。但是身为光华夜市的居民呢，我们竟然没有吃过，我们真的是羞愧哎！我在这边跟整个光华夜市的人道歉。这间我经过了无数次，而且我这么爱吃锅烧面，我居然没有吃过。他们家的招牌在最外面的招牌就告诉你说，他们是一个天然大骨的高汤，不添加任何味精。我一看到我就心动，也不加冷冻火锅料。我今天呢点的是2款，一个是最平价的一般锅烧，那一般锅烧的部分我就是点的是沙茶，给齐先生吃吃看最原始的沙茶口味。另外一个呢，我点的是奢华版的。奢华版的这个是什么？特制锅烧。这个特制锅烧呢，它其实就是海鲜总会的意思啊。它里面有刚刚看到的鱿鱼啊、小丸子啊、3只虾。它丸子好像给大概2颗吧，然后一样有蛋、木耳跟青菜，看起来是。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丸子？不是，我忘记讲了，这个是鲜鱼片。哦，是鱼肉。鱼片。我忘记讲一件事了，我们今天2碗面，我一个是点意面，一个是点乌龙面。其实我吃锅烧我是乌龙派，因为他坚持要拍意面，但其实我个人吃锅烧我是一定都选乌龙。而且我刚刚把虾子挂上来的时候，他给我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这个不是每个高雄人都会的技能吗？我刚刚怎么挂都挂不起来，然后许先生一拿筷子就直接挂上去了。我想说，哇，这是什么特殊技能？我跟你讲，你问观众，所有高雄人都一定吃锅烧面都会把虾子挂在碗旁边。这是高雄人的特殊技能吗？下面留言跟我讲一下。他们家意面啊是煮到比较软一点的，可是吃起来因为没有面包皮，所以我觉得很好入口，很清爽。它的这个意面是不是有一个蛋香？对。好像有特殊的，是我吃到那么多家之后啊，我觉得它的意面还是在我心中分数蛮高的。我觉得它的意面算是比较传统口味。今天这2碗，我觉得它是比较不像我们前面吃的几间，就是那个变化很花里胡哨。它的感觉比较像是我记忆中的锅烧面，然后针对用料去强化 mix 版。
然后汤底的部分就是很单纯的到大骨熬成的汤底，就会比较符合许先生对锅烧意面的一个概念。像我这碗就是我们拍到现在以来第一间出现有沙茶的。老实讲，其实我个人在进入30岁的时候，我吃锅烧面，我都会跟他说我不要沙茶。可是沙茶这个东西，至于锅烧面，就是你久没吃，你就会想念。我们这段时间连续的吃了一大堆锅烧面，都没有沙茶，让我觉得拍摄起来少了一味。而且加沙茶之后，它那个香味真的超浓的。那一般锅烧一样是有3只虾子，虾子的大小大概就是这样。小栗子锅烧真的不愧是网友介绍给我们的，真的是走一个非常淳朴、非常单纯的锅烧面店派系。我跟许先生个人是蛮喜欢这种传统味。我觉得他们家的锅烧面是属于我们这一系列吃下来最接近传统锅烧的。我们吃的很多的店家，它大部分都比较花里胡哨。小栗子这一间呢，我觉得就是跟我想象中的锅烧面比较接近，只是它的用料还算蛮实在的，就这样去想象就好了。如果你想要吃比较淳朴型的锅烧面店，这一个小栗子就很好哦。这些福酱锅烧啊，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浮夸系的锅烧料理。像我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有一桌客人，他在给我啃松叶蟹脚，他有一个松叶蟹锅烧面，那一份699，然后他要走的时候，我还问他说：“那个好吃吗？”好吃吗？还不错啦，这个财富自由的吃法，好爽哦，好爽。但是呢，基于我们想要做一个同等价位的比较，我们没有找那么高价位的给大家，所以我们就点了它的帝王厚切鲈鱼锅烧这一份，也算是高价一点点的，189块。对，但是它189加10块钱就送一个果汁，还有一个40块的小菜。对，刚刚许先生就是兴冲冲的这样拿回来，我说你干嘛？你干嘛？他说这样只要10块啊。对，他只要加套餐上去就是10块。好化学的饮料。八芒流我最爱喝。刚他上桌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吓到他总共有2大块，有2大块，这么厚。这个189我初步有点给他过了，不然一开始我还觉得189好像有点贵了。会选这个伊福酱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们家的意面是自己的自面厂做的哦。我刚一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牌子写他们自家自制意面，每天新鲜现炸，所以不加防腐剂。它那个鲈鱼就是用那种3枚切法，你知道吗？就是3枚切，就是一只鱼啊，它可以把它直接肉跟骨头直接分开来，它就是一整块的那个3枚切的肉，直接放在锅烧意面里面。它里面的配料呢，一样跟其他锅烧面差不多，就是有高丽菜，但是它有一些像火锅料的部分其实不多哦，它大概就是豆皮呀。可是它的火锅料已经相对于我们前面吃的几间算多了。我没有说不好哦，因为其实我个人也还算喜欢火锅料。它的汤底呢，我网络上面看资料啊，它不是走什么大骨汤啊或海鲜汤底都不是，它是用海盐做基底调味的，这个点是蛮特别的。这一碗的汤啊，它是相对我们前几家吃的，它真的是比较平淡一点，可是它给我一种无汤的感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刚它面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吓到，它不是一般的蛋，它是溏心蛋哦，有没有看到吗？但是我直接说我喜欢吃一般的荷包蛋。这一碗真的不太像锅烧意面我觉得它这一碗就是鲈鱼汤加锅烧面。对，鲈鱼汤加锅烧面。然后那个鲈鱼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还是有一点小刺。吃他们家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今天是来吃海鲜鱼汤，这种价位你可能比较能接受。但如果你是要打算吃一般的锅烧面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贵哦，蛮特别啦。我会推荐大家来尝鲜看看，还不错哦。接下来来了吉林夜市这个非常知名的锅烧意面店，这一间8000啊，可是高一学生口中秀个短袜澎湃个短蓬啊，
结果我点餐的时候，小姐姐跟我说，今天鲈鱼已经卖光了。本来要点2碗的，结果只好只吃1碗了。但没关系，我点的是他们一样人气商品鲜科意面。我们不是一定都只吃1碗或2碗，有时候是看店家的那个状况啊，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当下吃不吃得下。我刚刚已经帮各位数好了，它这一碗鲜科锅烧里面啊有12颗很肥的鹅啊。真的很夸张哎，它每一颗都长这样子。它鹅啊超肥，这个很值得推，跟我的大拇指一样肥。然后蛤蜊的部分有4颗，然后虾子好像是2尾还1尾，2尾。它的鲜科很像在东石直接采过来的那种新鲜程度，你吃吃看，刚刚一入口它会直接爆在你嘴巴的那一种嫩度，每一颗都超大的，好好吃哦。他们这个鹅啊一看就知道新鲜。我觉得热爱吃鹅啊的人来他们家真的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而且它这一碗是海陆哎，除了2只虾很多的鲜科之外，一样有肉片。它的鹅啊太值得加血了，这个鹅啊我太给过了。以锅烧面来讲，我没有看过这么大颗鹅啊。那锅烧意面啊，基本的配备也都有，像肉片啊、什么玉米啊、蔬菜啊跟蛋，应有尽有。我觉得他们家的锅烧面特色就是完全主打海鲜，然后从汤底的味道也是一样，它的汤是比较清澈类型的。我们之前吃有几家，它的汤底是比较浓郁的，他们家是很清澈的海鲜汤底。我觉得这个汤底一喝你就知道是海鲜控出来的，像那个蛤蜊啊跟鹅啊的味道都煮在里面，喝起来不会有那种味素的那种舌头会颠颠的那种感觉。爱吃海鲜的人这一碗我真的鸡推有够推。偷偷说，我刚刚用5星评论换的这个炸黑轮，也是神好吃。刚刚我在等锅烧的时候等太久了，所以我已经吃掉很多了。如果下一次来，我一定会试试看它的鲈鱼锅烧意面跟这个炸黑轮，超好吃。对。锅烧面，结账。这间战锅烧面呢，它是在盐城区这边非常有名的小店，真的算是很隐藏的小店呢。许先生说他完全没有看过，也没有吃过。我在盐城区走跳多年，我居然没吃过这间，我对不起大家。这样一碗锅烧面80块，我选的是有口味的，所以是80块。我的是大碗的，如果它是原味的话，好像是75块，超级便宜，有够秀的啦。许先生的大碗只要再加15块，一样非常便宜。但是我们吃过这几家之后，最便宜的锅烧意面。各位，我跟你说，这家店的第一个特色就出现在它的大碗这里。它的大碗是2球面，你只要点大碗的话，你可以选2种面，你知道吗？它不是说你意面大碗就是都意面了，你可以加大之后，你可以1半意面，1半科学面。啊，像我今天就是1半科学面。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想要意面加乌龙面，因为老板娘说他们的乌龙面是手工的乌龙面，但是已经卖光了，超快都卖光了。先来吃一下。我真的只能说他们家的汤头真的是那种自己用番茄控出来的味道，很浓郁，而且冷冷的天喝这个锅烧意面的汤就觉得好爽，有够爽。它的泡菜也是蛮清爽的。你的泡菜很韩泡哎，它的泡菜走的是那种韩泡带酸带微辣的味道。你不要看它这样子锅烧意面好像很便宜，这种80块应该没什么料，没有。我刚刚一捞起来，除了面皮很多之外啊，小白菜、肉片、蛤蜊、鱼丸，还有一些火锅料，它是属于有火锅料，但是火锅料没有到很多啊。我喜欢他们家的意面，因为煮的是还有保持那个硬度。我觉得泡菜的这边我蛮喜欢的，因为它泡菜汤不会太酸，然后整个汤头的口味不会让人家喝起来很咸的，其实是蛮清甜的。我觉得他们的汤头很像把原始的东西浓缩起来，像你的番茄就很像番茄碰一下出汁那种汤头，很像我们家煮的那个番茄蔬菜豆腐汤。对呀，你看它的番茄就真的是这样子哦，块状的番茄在上面。没有再给你这种543什么加番茄酱，不是，人家是真的番茄下去捅。第二个特色，这间店的第2个特色就来自于这一碗肉燥饭。中国评论上面大家都说来他们家除了吃锅烧意面之外，就是要搭一碗卤肉饭，而且这一碗卤肉饭25块，其实很大一碗了。我点的是小碗的哦。
般的肥肉派。而且我跟你讲，这一碗特别好吃，因为这碗是今日最后一碗。刚刚已经卖光了。刚才我们后面要点的已经没饭，好爽。它的肥肉是那种入口即化的肥肉，我刚好知道要舔一下汤匙。它的肉燥饭是属于比较湿软派的，然后上面的肥肉比例大概是80%以上，所以你喜欢吃肥肉的，然后喜欢这种它的酱料比较有点黏牙，那种胶质被煮出来的话，你应该会蛮喜欢。可是咸度比较没那么重，然后甜味多了一点。对，是属于偏甜的哦。我觉得很满意，就是拉到最底部，它也满都是卤汁。这种卤肉饭就是要80分以上的，就是要给80分以上。这个卤肉饭比较家常，可是如果你搭配的锅烧面去吃的话，还不错。作为日常的晚餐，真的是会3不5时就想起这间店。我觉得这间店它比较是属于我们可以想象到的锅烧面。以锅烧面来讲，在我们这次拍摄期间里面，它算是比较朴实无华，但是它 CP 值很高，很适合作为日常的选择。我自己很推荐，在我家隔壁，我就每天给他吃饭。以上就是我们自己这次举办的锅烧面大赏。如果这次没有吃到你心目中最喜欢的那一家店，拜托也不要骂我，因为高雄的锅烧面真的吃都吃不完。高雄好吃的锅烧面真的太多了啦，我相信每个人高雄人心中一定都有一碗自己最喜欢的锅烧面，好不好？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也别忘了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吃的那一家锅烧面是什么。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记得来我 IG 看我们吸面哦。我们锅烧面特辑呢，怎么会来到超市呢，兄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网络搜寻到814生鲜百货超市，据说它的生鲜超市里面有卖锅烧面，很扯耶！我觉得刚看了一轮之后，我觉得很扯耶。你们是不是平常都在家里自己煮锅烧面，觉得很麻烦，要准备火锅料什么，哩哩扣扣很麻烦，他帮你准备好。完整的一个锅烧面，它里面就是有大骨汁，还有一颗蛋。我觉得最扯的是它里面放了一颗蛋，然后面，然后火锅料，然后菜、豆皮，然后还有一些蛤蟆，连蛤蟆都有，蛤蟆2颗在这里。重点他卖多少钱，你知道吗？他卖45块。45块很扯，45块，这很扯哎。我们拿回去煮看。它这种真的就是超市有没有把它 QQ 料 QQ， 然后用这种保鲜膜直接把它封起来。请问一下，你等一下的烹煮计划是什么？没有什么烹煮计划，就是把它全部丢下去，面最后下，上桌。里面要摆盘一下，鸡高汤先倒进去，这是大骨汤的鸡。浓缩大骨汤。经过许先生的教导之后呢，我决定要有仪式感的布置这个锅烧意面。我们先把它附的锅烧意面呢放到碗里面，接着呢我们就开始煮其他的火锅料喽。赞赞，完全复刻早餐店的锅烧意面，